很多人做 YouTube 都会遇到一个很挫折的问题，你花了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做了一支影片，结果发出去之后观看数一直卡在100、200、300，甚至连500都过不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是演算法坏掉了，是不是 YouTube 没有推荐我？但是真相是演算法并没有坏掉，只是很多创作者没有看懂他给你的讯号。因为一支影片会死掉，通常只有2个原因，其中一个10分钟就能够修好，另外一个你怎么努力都救不回来，而大部分的创作者根本就分不出来。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是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我整理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的下载。很多人会觉得 YouTube 的演算法非常的神秘，但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测试的系统，那么事情呢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每一支影片在上传之后， YouTube 其实都会做一件事情，先去小范围的做测试，它会把你影片推荐给一小群的观众，然后观察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没有点击，第二个问题就是点进来之后有没有继续的观看。如果答案是有人点击了，而且有人留下来看，那么 YouTube 就会继续把影片推荐给更多人。但是如果说没有人点，或者是点了很快就关掉了，那么演算法就会停止推荐你影片。所以很多影片不是随机停止成长，而是因为测试在某个地方一直失败。其实所有影片流量的问题几乎都是可以分成2种的，第一种呢就叫做点击率的问题，第二种呢就叫做留存率的问题。这2个问题看起来是很像的，但是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种点击率的问题。那什么是点击率呢？就是当观众看到你影片的时候，有多少人会选择点击这部影片。如果说你的影片点击率很低，那么就代表了一件事情，观众有看到你的影片，但是他们选择去滑过去。换句话说，就是你的缩图和标题不够吸引到他们。但是好消息是呢，这个问题是很好修复的。你可以去改你的标题，你可以去改缩图，你可以去重新的去包装影片。有时候几小时内，你的点击率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变。我自己也做过很多次。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其实是更加致命的，那个就是留存率的问题，也就是观众点进来之后看了多久。如果说你的影片很多人点进来了，但是很快就离开了，那就代表影片本身它是没有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的，可能就是开场太慢，节奏太拖，内容没有传递出应有的承诺。而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坏消息，就是几乎是修复不了的，因为影片一旦发布之后，内容就被锁死了，你是不能够重新剪节奏，你是不能够重新录制开场，你是不能够重新更改内容的。所以如果问题是留存率，那么你再怎么去更改缩图也是救不回来的。其实判断一支影片到底是哪个问题只需要2分钟，但是很多创作者其实看了影片数据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所以呢，我就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你去打开你的 YouTube 工作室，找到那支流量卡住的影片，然后你只去看2个数据。第一个数据呢就是点击率。点击率是什么？就是当观众看到你影片的时候，有多少人会点击。很多新手创作者其实会误会一件事情，他们会说我的这支影片点击率很低，是不是 YouTube 没有推荐？但是事情其实刚好相反，如果 YouTube 它没有推荐你的影片，那么你的点击率就根本不会低，因为点击率的前提是有人看到你的影片，但是看到之后选择不点，所以你的点击率很低，通常就代表一件事情，你的影片其实是有被展示的，只是观众在看了你的缩图和标题之后觉得算了，我还是先看别的影片吧。一般来说，如果点击率它是低于4%的，通常就代表你的包装是有问题的，也就是你的缩图不够吸引到观众，标题没有让他们产生好奇感，你的主题是不够明确的。但是好消息是，这个问题是很好修复的。但是点击率它其实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观众有没有点击。那真正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观众在点进来之后到底有没有留下来继续观看。所以第二个数据呢，就是你要看的是
观众的留存率。我自己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你可以看影片30秒的位置，如果你的影片在30秒的时候还有大概70%左右的观众还在看，那么其实这个数据就是很健康的，这就代表你的开场呢能够成功抓住观众。但是如果你的影片30秒就掉到了50%以下，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它就代表很多观众点进来之后很快的就离开你的影片了。通常原因只有几个：开场太慢，没有快速的进入主题，你的影片承诺不够清楚，或者节奏太拖了。而这种问题有一个坏消息，就是它是几乎修不了的，因为影片一旦发布了，内容它就锁死不能动了，你不能够重新的去录制开场，你不能够重新的去剪辑影片的节奏。所以如果问题是你的影片的留存率不高，那么再怎么去修改影片的标题还有缩图也是救不回来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来判断，先去看点击率，再去看留存率。如果影片的点击率很低，但是留存率很好，那么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它代表你的内容是好的，只是没有人点。但是如果点击率很好，但是留存率很差，那就代表你的标题还有缩图是吸引到了观众，但是影片的本身没有给观众想要的信息。其实很多创作者在这个阶段会发现一件事情， YouTube 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单一的技巧，不是说只改一个标题或者是更换一个缩图，而是整个频道需要一套完整的成长系统，从频道定位、内容选题、标题缩图的设计、演算法的理解，再到流量变现。如果只是零散的学习技巧，其实很容易的就卡在某个阶段了。所以我就把这几年做 YouTube 从0到10万订阅的整个方法整理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课程，它就叫做 YouTube 频道运营大师课。如果你现在正在经营频道，希望用一套更系统的方法让频道稳定成长，我会把课程的资讯放到影片下方，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每一支影片其实只需要去问一个问题，问题是在点击之前还是在点击之后。如果是在点击之前还是有救的，但是如果是在点击之后，最好的策略通常不是去修复它，而是去学习，然后把下一支影片去做得更好。其实很多创作者最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影片真的救不了。但是真正能够让频道成长的创作者，不是说每支影片都是成功的，而是他们很快就能够判断这支影片值不值得继续投入时间，能修的就修，不能修的就放下，然后就把精力去放到下一支更好的影片里面。因为在YouTube上面，输的越快的人，通常赢的也就越快。但其实很多影片之所以一开始就卡住，不是因为说他们的内容不好，而是很多创作者在上传影片的流程里面就已经做错了。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细节其实都会影响到演算法一开始是怎么去测试你的影片的。我在之前有做过一支这样的影片，它有去完整的讲解正确的上传 YouTube 影片的流程。如果你想让你影片在发布之后更容易的被演算法测试还有推荐，那么我希望你能够去接着去看我推荐的这部影片，它真的非常重要。